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我想和你聊一个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：为什么我学了这么久中文，还总是要先想英文，再翻译成中文？有时候，你明明知道每个词的意思，可是一说话就会卡住。今天，我们就来聊一聊，怎么样才能用中文思考，而不是用英文翻译。我记得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每次老师问我问题，我脑子里先想英文，再一个词一个词的翻成中文。比如老师问你早餐吃了什么，我脑子里先想 I ate bread and eggs，然后再翻成中文，我吃了面包，还有鸡蛋。说的又慢又不自然。那时候我总觉得中文太难了，但后来我发现，其实不是中文难，而是我的脑子还没习惯用中文去想。有一天，我坐在地铁上，看着窗外的广告牌，上面写着"今天也要加油哦"。我突然笑了，因为我不需要翻译就懂了。那一刻，我的脑子里直接出现了画面，一个人在努力工作，给自己一点鼓励，那不是英文的想法，而是中文的感觉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开始练习用中文去感觉世界，而不是去翻译世界。其实，要开始用中文思考并不难，你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开始。比如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不要在脑子里说 "I am so tired"，而是对自己说"我好累啊"。当你看到阳光时，不要想 "so beautiful"，而是想"真漂亮"。当你喝到好喝的咖啡时，不要想 "this coffee tastes good"，而是想"这个咖啡真好喝"。当你饿的时候，就对自己说"我饿了"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最简单的句子。可是，如果你每天都这样想，你的大脑就会慢慢开始用中文生活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中文特别好。我问他："你为什么说得这么自然？"他说："因为我每天都在脑子里用中文说话。"比如他在洗碗时会对自己说："还剩2个碗。"他出门时会说："今天有点冷，要穿外套。"他上班路上堵车会叹气说："唉，又堵车了。"这些小句子一点儿也不复杂，但正是因为他每天都用中文去想，他的脑子早就习惯了。很多人学中文时喜欢想这个英文怎么翻，但其实中文不是英文的影子，它是另一种表达方式。比如英文里说 "I miss you"， 如果你翻成"我想你"，这很好。但如果你说"我很想你"，感觉又更深一点。中文的情感不是靠语法，是靠语气、节奏、感觉。再比如英文说 "It's not easy"， 中文可能说"不太容易"，听起来更温和，也更有生活的味道。当你开始注意这些小差别时，你就不再是翻译者，而是一个真的说中文的人。我以前也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写中文作文时，总是先写英文再翻译。结果写出来的中文，别人一听就知道，哦，这不是母语的表达。后来我开始逼自己，不管多慢，我都要直接用中文想。比如，我想写"我很开心今天见到你"，我不去想英文，而是想画面。我看到朋友笑了，很高兴，然后自然的就写出"今天见到你真开心"。这时候，中文变得有生命、有温度。
其实，学会用中文思考，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办法，用中文去感受世界。比如，你走在路上，看到一个小孩在笑，你可以在心里说：“他笑得好可爱。”看到下雨，你说：“下雨了，好凉快。”吃到好吃的饭，你说：“太香了。”这些都是中文的生活感。当你这样练习的时候，你的脑子开始建立一个中文模式，它会自动帮你反应，而不是先翻译。当然，刚开始会很慢，你可能会觉得，哎呀，我怎么还是要翻译？没关系，这很正常。就像你第一次骑自行车会摇摇晃晃，第一次游泳会呛到水，但是你越多用中文想，脑子就越快。有一天，你突然发现你在梦里说中文了，那就说明你真的开始用中文生活了。你也可以练习一些小技巧，比如每天选一个时间段，只用中文想。在超市里看商品时，用中文读出来：牛奶、面包、鸡蛋、苹果。在做饭的时候，对自己说：先洗菜，然后切菜，最后炒菜。或者晚上写日记时，用最简单的中文写：今天我去上班，工作有点忙，但是我很开心。你会发现，这样的练习比背单词更有用。还有一个方法特别有趣，看中文视频的时候，不要想着每个词的意思，而是去感觉画面。比如在看电视剧时，注意他们的表情、语气、语调。当一个人说“真的吗”，你能听出惊讶；当他说“没关系”，你能感到安慰；当他说“谢谢你”，你能感受到温暖。这些都是中文的灵魂。当你开始听懂感觉，而不是只听单词，你就真的在用中文思考了。我有一个学生，他学中文已经3年了，但总觉得说得不自然。有一次，我让他试着只用中文说5分钟，不能翻译。他一开始结结巴巴说了很多，但后来越来越顺。他自己都笑了，说：“原来我也能做到。”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，只要你敢开始。有时候你会遇到不懂的词也没关系，比如别人说了一句你听不懂的，你可以说：“可以再说一遍吗？”或者是什么意思？不用怕自己不完美，因为语言不是考试，而是沟通。你用心说，对方就能感受到。我认识的很多外国朋友，他们的中文不一定标准，但都很自然，因为他们真的在用中文，而不是在背中文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一个外国朋友对我说：“今天风很大，我的头发都跑了。”我听了差点笑出声，但我马上明白他想说的是，我的头发被风吹乱了。他也笑了，说：“哎呀，我中文乱了。”但其实那一刻，他比自己想的更厉害，因为他没有用英文翻译，他直接用中文表达。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敢用，你就在进步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你不再去想这个英文是什么，而是直接感受到，哦，这样说更像中文。比如，你会说“我也觉得”，而不是 “I also think so”。你会说“有一点累”，而不是 “a little bit tired”。你会说“没事”，而不是 “It's okay”。这些简单的变化，就是你开始用中文想的标志。我特别喜欢一句话：语言不是用来翻译的，是用来生活的。
当你用中文去表达你的情感、你的想法、你的日常，你就真的开始在中文里生活。不管你现在的中文多简单，都没关系，只要你每天用它去说、去听、去想，你的脑子就会越来越中文化。也许现在你还在用英文去想，但没关系，只要你坚持每天多一点中文，多一点勇气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你不再翻译，而是在直接感受中文。那一刻，你的中文就不只是语言，而是你生活的一部分。谢谢你听到这里，希望今天的故事能让你更有信心去用中文生活，而不是学中文。记得，每次你用中文去表达，你都在往流利更进一步。别着急，别害怕，就像中文里常说的，慢慢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下次见，祝你每天都能开口说中文，开口笑，用心生活。